这个水泥灰真的是长安 CS75 Plus 最好看的一个颜色了。那我现在眼前的这台就是2021款的长安 CS75 Plus， 但是你可能会问，走在路上你怎么辨别它是一个新款还是老款呢？看这里，这里是不是多了一条贯通式的灯带？如果你在路上的话，看到有这条灯带的，它一定是一个新款。此外的话，这台车它还有一些怎样的变化，我们后面来一一的说明。那除了灯带以外，大家还可以看这里的话，它的是一个全 LED 的大灯。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呢，就是现在它采用了全 LED 大灯之后，它可以把灯的一个体积缩小，并且还能保证它的一个亮度，给它的下方留出来更大的一个空间。像这么犀利的一个激进的一个造型的一个设计就是这么来的，然后搭配整个前脸的话，让我觉得这台 CS75 Plus 它真的特别的有视觉冲击力哦。有一点细节，我觉得是大家这么喜欢这台车的一个原因哈，就是可以看到它的这些做工工艺，包括它前面的这个机舱盖这里都是有一些这种密封条的一个设计，在自主品牌当中还是做得非常好的。再来到这台车的侧面，然后这台是 1.5T 的一个顶配的版本，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轮毂的造型是发生了变化的。而且这个轮毂的颜色和它的这个水泥灰色还挺配的。此外的话，它这个轮胎也是采用的一个静音胎，这说明这台 SUV 的一个舒适性还是不错的。它的一个悬架行程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较长的，加上它的一个这个离地的一个间隙，然后即使你再去通过一些比较中轻度的一些比较野的路况的时候，它也能很好的去通过。然后它这里也是一个塑料的面板，这样子你去造起来也会不心疼。然后此外的话就是它的这里有一个行李架，这个行李架是一个黑色的，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时候，它的天窗打开以后是高于这个行李架的，如果你在上面放了东西的话，可能就要比较注意一下了。尾部的话就你看它的这个采用了这种仿碳纤维的这种造型，你别看这一套造型，如果你要去外面加装的话，没个几千块钱也是下不来的。然后我们在后面再打开后备箱看一下，是一个电动的后备箱，然后整个后备箱的一个空间也是比较的大的，然后而且它的后排座椅也是可以支持你放倒的，所以说哪怕你出去自驾游睡在车里都没有问题。打开后排其实可以看到它整个后排有2个特点，第一个就是很宽，然后也很大，然后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一个地板都是一个纯平的一个设计，这样的话你后排坐3个人是完全不会觉得拥挤的。最后啦就是到了前排了，前排的话我们坐进去说一下它的一个变化。那2021款的车型，它最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车机的一个系统，它是进行了一个升级，然后不管是流畅度还是它的反应速度都得到了提升。像以前大家有时候反映的一个卡顿的一个问题，它现在也都解决了。然后此外就是印象很深刻，就是这套内饰了，这套内饰的话就给人很有高级感，像宝马的 X3、X5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吧。至于大家很关心的这台车目前的一个优惠情况呢，我今天也是在经销商处特别的打听了一下，目前3月份的时候，这台车是有一个4000元左右的一个现金优惠，但是的话，它是提供6年12次的免基础保养，这样算起来的话，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最后，在我看来，这台车无论是从它的产品力，还是它的一个工艺水平的话，都是不输给现在很多合资车型的，比如说 CR-V， 比如说奇骏。那包括它的一个在发动机上面，现在也是采用的蓝鲸 1.5T， 还有蓝鲸 2.0T 的发动机，搭载的也是7速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。所以说这台车，我觉得它的一个竞争力还是蛮强的，在接下来一个表现的话，也会去抢占更多合资 SUV 市场的一些地位。